中国本周迎来欧洲两国外长的到来。5号起，挪威外交大臣艾德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瑞士联邦委员兼外长卡西斯6号抵京访问，并举行中瑞第3轮外长级战略对话。双方围绕战略互信、务实合作、人文交流达成广泛共识。挪威与瑞士两国外长的来访，被认为是去年以来中欧高层密集互动的良好延续。 也让2024年有望成为中欧外交大年。2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与瑞士联邦委员兼外长卡西斯共同举行中瑞第3轮外长级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建交74年来，中瑞关系历经国际风云考验，保持稳定性、成长性，探索出一条平等相待、开拓创新、互利共赢的成功道路。 长期走在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前列，具有典范意义。中方愿同瑞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战略擘画为指引，继续发扬敢为人先精神，开辟中瑞创新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前景。双方围绕战略互信、务实合作、人文交流、多边协作进行深入沟通，达成广泛共识。 在此次对话中，中瑞双方对自贸协定升级完成联合可研表示满意，也再次强调愿尽快正式启动升级谈判。王毅介绍了中国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进高水平开放的积极举措，希望瑞方为中国企业提供开放、公平、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卡西斯赞赏中方展现开放精神。 表示瑞士一贯支持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此外，中国与瑞士还决定将共同筹备好2025年建交75周年和中瑞文化和旅游年系列活动，增进民心相通。实际上，中瑞就曾有一段冰雪奇缘佳话。近年，哈尔滨冰雪旅游火热，瑞士与中国的哈尔滨位于相似的纬度，都在发展冰雪经济。 瑞士国家旅游局局长对哈尔滨旅游的火爆表示惊叹，他还用中文喊话哈尔滨，期待加入中国文旅比拼。欢迎哈尔滨来与我相会。We learn from Harbin how they do such a phenomenal, spectacular sculpture festival. I think these are two countries who have sympathies for each other. 对此，哈尔滨市文旅局局长王洪新也发视频隔空回应：“静哈，欢迎来到我的家。” 实际上，在人文交流领域，中国与瑞士也走在前列。今年1月，中方宣布给予瑞方单方面免签待遇。卡西斯高度评价中方给予瑞士免签待遇，表示瑞士热烈欢迎中国游客，也将为中国公民和赴瑞投资的中国企业提供更多签证便利。 同样正在访华的挪威外交大臣艾德5号与王毅举行会谈后，双方达成共识里也包括推进人员往来便利化。接下来，中国是否会开放对挪威的单方面免签，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观察指出，艾德是2024年访华的首位欧洲国家外长，显示挪威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此访也释放出推动中挪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信号。 两国建交以来，经贸合作成果丰硕。挪威是中国倡议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之一，参与了一系列项目的融资和建设。挪威海产局数据显示，去年挪威海产品出口额创历史新高，中国则持续成为挪威海产品在亚洲的最大市场。 美国福克斯新闻台前主持人、知名记者塔克·卡尔森，当地时间6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他将采访俄罗斯总统普京，让美国公众看到俄乌冲突背后的真相。此言一出，轰动全球。随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这一消息。这次采访已经完成，卡尔森可能会在当地时间8号免费公开采访内容。 卡尔森6号在莫斯科发布了一段视频，解释了他寻求采访普京的原因。他说，持续2年的俄乌冲突重塑了世界各地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平衡，大部分国家都意识到了这种变化，但大多数美国人对此一无所知，因为美国媒体没有告诉民众真相。Their media outlets are corrupt. They lie to their readers and viewers, and they do that mostly by omission. For example, since the day the war in Ukraine began, American media outlets have spoken to scores
of people from Ukraine, and they've done scores of interviews with Ukrainian President Zelensky. But the interviews he's already d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not traditional interviews. They are fawning pep sessions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amplify Zelensky's demand that the U.S. enter more deeply into a war in Eastern Europe and pay for it. 卡尔森还爆料称，拜登政府曾2次试图阻止他采访普京，第一次发生在3年前，第二次是现在。Almost 3 years ago,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llegally spied on our text messages and then leaked the contents to their servants in the news media. They did this in order to stop a Putin interview that we were planning. Last month, we're pretty certain they did exactly the same thing once again. But this time, we came to Moscow anyway. 对于卡尔森对普京的采访，俄媒7号援引分析人士的观点称，卡尔森此行在整个恐俄西方媒体中投下炸弹，令西方感到担忧。但更多民众希望通过该采访了解真相。不过，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6号否认了卡尔森关于美国政府阻止其采访普京的说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次采访予以证实。佩斯科夫表示，待该采访发布后，肯定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佩斯科夫强调，克里姆林宫收到许多采访总统的申请，他们试图看起来不偏不倚。而卡尔森和许多西方记者有很大的不同，他的立场不是亲俄的，也不是亲乌克兰的。卡尔森称，所有人都可以在他的个人网站上免费观看完整的采访视频。社交媒体 X 老板埃隆·马斯克也已承诺不会在 X 平台上限制或禁止采访视频。马斯克表示，卡尔森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专访可能会成为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访谈。截至2月7号，卡尔森发布的采访预告已有超过6100万人次观看。据了解，卡尔森可能会在当地时间8号发布对普京的采访内容。在此之前，普京最近一次接受西方记者采访，则要追溯到本轮俄乌冲突前的2021年10月，当时他在俄罗斯能源周全体会议后接受了一名美国记者的采访。好，来关注福岛第一核电站最新的消息。东京电力公司昨天称，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净化装置当天发生了含放射性物质水泄漏事故，漏水量估计达到5.5吨。目前，东电公司尚未确认这次事故是否对核电站外部造成影响。东电公司昨天发布的新闻公报说，当天上午，工作人员发现福岛第一核电站内一处净化核污染水的色吸附装置的排气口有漏水。漏水范围约4米见方，漏水量估计达到5.5吨，可能含色铯等放射性物质220亿贝克勒尔。東京電力の試算では、漏れたのはおよそ 5.5 トン、セシウムなどの220億ベクレルの放射性物質を含んでいる可能性がありますが、大部分が土へ染み込んだとみられ、付近の排水路のモニタリングに有意な変動はありません。目前，大部分漏水可能已经渗入下方的土壤，漏水区域已被划为禁止进入区域。东电公司称将尽快回收处理这一片土壤。另据福岛县当地媒体报道，该净化装置目前处于检修中。工作人员用水冲洗这一设备时发现，本来应该关闭的16个阀门中有10个处于开启状態。装置は点検作業のため停止して洗浄が行われていましたが、何らかの理由で弁が開いていたとみられています。2011年3月11号，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9.0级地震。受地震、海啸双重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大量放射性物质泄漏，导致发生自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最严重的核事故。2021年4月13号，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将核污染水经过过滤并稀释后排入大海。在日本政府决定启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后，国际社会予以强烈批评和反对。多国人士和媒体指出，日方行为极不负责，危害无穷，敦促其立即撤回排海决定。2023年8月24号，日本不顾国际社会强烈反对，启动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在缺席了中国香港站的比赛后，梅西在迈阿密国际日本行的比赛中上场了。7号晚6点，迈阿密国际迎战日本 J 联赛球队神户胜利船。梅西在下半场第60分钟替补出场，连同补时上阵约34分钟。不过，与在香港引发的火爆人气相比，梅西在日本的比赛上座率竟然还不到一半。
在迈阿密国际对阵神户胜利船的友谊赛上，梅西替补出场，意味着在迈阿密国际6场季前赛中，梅西一共出战5场，仅缺席了对阵中国香港明星队的比赛。不过，梅西在日本的比赛没能进球，两队在常规时间踢成0-0后，点球大战中，神户胜利船最终以4-3胜出，但梅西未参与点球大战。比赛结束后，梅西为了躲开记者，没有走采访区离开赛场，而是特意走了后边的门。赛事主办方对此解释称，在日本国立竞技场的比赛，选手一般都要走过采访区，梅西这么做非常罕见。根据已公布的迈阿密国际日本行票价，迈阿密国际与神户胜利船的比赛的票价在241元至2173元人民币之间，而香港行的门票则为809元至4488元人民币之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球迷并没有中国香港的球迷狂热，可容纳6.8万人的东京国立竞技场上座率并不高，只有28614人到场，不足一半，完全没有中国香港时的火爆人气。反观当时中国香港大球场可以说是座无虚席，但4万球迷却扑了个空。在此次比赛前，梅西7号傍晚发布微博，向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的球迷解释未能在香港站出场的原因，称自己伤处发肿并有疼感。他表示希望未来为香港地区的球迷倾力线上比赛，但这条微博显然未能平复此前缺阵香港比赛风波引发的争议。对于梅西在日本替补上场，有香港网友评论说，其实好伤香港球迷心，正是让港官、港球迷甚至其他港人心碎。还有网友说，球王康复了。此外，迈阿密国际对社交媒体的评论区充斥着来自球迷的不滿和質疑。高速走動加速球呢啲咁樣，佢全部做到。李思用嘅身體語言講咗一個答案俾大家。今次佢唔落場，唔係身體狀況嘅問題，而係其他嘅問題。作为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立法会议员的霍启刚，昨晚也再度发声质疑梅西。霍启刚表示，相信球迷们和我一样，也十分留意梅西在日本的动态。无论是刚抵达时的神态，还是召开记者招待会、训练时的状态，再到今天在比赛时正式上场，媒体都一一报道。看到这些新闻，我的脑海中也有许多疑惑，也更为愤怒。霍启刚坦言，看到梅西正式上场，再回想到香港近4万名观众在大球场的失落场面，以及梅西全程面无表情回避合照的场景，真的十分难受。